年终奖少，确实少。丁科长，我不续了。厂里离了谁都赚。你别后悔。500块，数字没错，银行也没错。年会刚散，那边还在发东西。维修班历来坐最后一排，今年干脆连人都不叫了。收拾东西。正好我找你。续签的事儿，老崔跟你说了吧？厂里今年效益一般，合同还是按去年的标准签，工资不动，绩效看年底大反馈。丁科长，我不续了。41了吧？对，干了11年，下个月整11年。老韩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年终奖少，确实少，我都跟上面反映过。但你要想想，你家孩子上补习班，你家那房贷哪样不要钱？你现在撂挑子走了，出去能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这厂里300多号人，哪块机器不转？哪个岗位不是有人顶着？可你见哪个岗位离了人就不行了？厂里离了谁都转，这道理你懂吧？这什么东西？检修记录。你别后悔。厂里离了谁都赚。这个厂，我修了11年。老韩，你在哪儿？家。3号机昨晚报警了，停机，操作屏全红，夜班的搞了一宿没弄好，你赶紧过来看看。3号机，那台德国进口的精工加成，全场最贵的设备。11年来只有2个人能碰，我和厂家派来的工程师。去年厂家工程师调走了，就剩我一个。丁科长，我现在不是厂里人了。这不是紧不紧急的事吗？你就过来一趟，算加班，给你200。300，老韩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前我是厂里的人。韩大勇，别拿架子。我昨天跟你说了，厂里离了谁都赚。你不来，我找别人。那您找别人。请问是韩师傅吗？是我。我是新源自建厂的，姓周。我们厂里有台设备出问题了，厂家说要换主板，报价1万。同行推荐的您，他还有立声室，说您能修这种进口机子。什么牌子？德国的型号，我发你短信。明码标价，上门检查400，修不好不收钱，修好了按故障程度算。行，您什么时候能过来？今天上午。谁啊？生意来了。多少钱？上门检查400，比500少100，赶紧洗脸去。韩师傅，这边。这台鲍姆勒昨晚开始就这样，早上叫了厂家售后，说主板坏了，换一块1万。我买这机器才2年，修个主板快赶上买新机了。厂家的人拆开看过没？看了，拿手电照了照，说主板烧了，就走了。拆了哪块板？侧面那个。主板没烧。那怎么操作屏红了？就这个东西，接触不良，信号送不过去。1块5一个。就这个？
100块都用不了的东西。厂家要我换主板1万，你猜主板坏没坏？多少钱上门检查400，换接头算小修加200，一共600。？600，厂家报价1万，你收600？不是低，是别人报高了。主板根本没坏，坏的只是一个接头。多的是下次的预付。韩师傅，我们厂还有其他几台设备，你能不能一块儿看看，按月结账？维保合同，1个月1800，每个月上门巡检1次，小修含在月费里，大修脸算。行，先签合同，再动手。韩师傅，你以前在哪个厂？永新永新机械，干了多久11年， ？11年，出来单干，那边效益不行。效益挺好，年终奖500。500？你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。那他们现在设备谁修？不知道。3号机我知道，我们买基数机的时候去永新参观过。那台德国加工中心，听说全永新就1个人会修。韩师傅，有句话你别嫌冒犯。你说。永新离了你是他们的损失，但对我们这种人来说，离了他们，你才值钱。楼下汽修铺老周听说你结单了，让你有空过去坐坐。他那边有几台电机，想让你看看。马上。老韩，听你媳妇儿说你单干了。正好我这有3台电机，修了2次没修好，你瞅瞅。谁修的？我徒弟。怎么修的？拆开吹吹灰又装回去了。这台换碳刷，这台接线柱要换，这台废了，外壳变形把转子磨坏了。修好2台多少钱？1台300，2台600。600就600，比买新的便宜。明天来拿。行，老韩，你昨天才辞职，今天生意就上门了。那你以前在永新图什么？11年怎么熬的？不知道，可能图安稳。安稳，500块的安稳，人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自己吓自己，出去了也就出去了。对了，那个3号机你走了谁修？他们自己想办法。我听说昨晚停了，到现在没转起来。停着挺好。今天怎么样？新源签了卫保，1个月1800，老周那边3台电机600。一天挣了2400。2400，还有600是今天到手的。你在永新1个月基本工资3500，加上绩效年底奖金，一估也就4万出头。你这一天别算了，1个月1800，一年21600。你要是再有3个这样的客户，就是64800，加上零散的维修。我说别算了，楼下个门面租不租？哪个门面？老周隔壁那间，以前是卖5金的，空了半年了。我问了房东，1个月1200。再想想。还想什么？你前天从永新出来的时候，想没想过今天能接到2个客户？28000，明天去租门面。你存了多久？别管多久，现在就是应急的时候。第3条了。以前租这个门面的人干了3个月就跑了，现在生意不好做。韩大勇，3号机还停着，你到底来不来？
丁科长，我现在很忙。你有什么好忙的？你有正经工作吗？我在挂自己的招牌。老板，要不要加个 logo？ 不用，字儿清楚就行。大勇维修，名字不够响啊。够用就行。怎么不加个设备维修中心？听起来档次高。修得了东西就行，叫什么都不重要。韩叔，你那个门面在哪儿？我有个朋友想看。我把地址发你。这位是顺发包装厂的方老板，他那边有台磨切机，调了几次都不行。韩师傅，你给看看，厂家的说这批磨切机是定制的，修一回要7000，还得等配件。以前谁修过？厂里的机修工，他说接触不明，重新焊了一下。焊了之后呢？更不行了，一开机就断了。焊错了，焊锡把2条线连在一起了，短路。那板子烧了？板子没烧，把焊点吸干净，重新焊就行。上门检查加维修500。行，你什么时候能去？现在。焊垫被修过，锡堆得跟小山似的，2处不该连通的地方被焊锡搭上了桥。好了。韩师傅，你比厂家快，他们来人，先拍照，再拆机器，再拍型号，回去等配件，至少要3天。他们不是不会修，是流程多。那你为什么快？因为我不用等流程，只看毛病。韩师傅，你们这种维修部接不接长期活？接。我们厂3台磨切机，2台糊合机，还有些辅助设备，1个月巡检1次。1个月巡检1次，行不行？维保合同，1台设备每月300，故障维修另算，小毛病含在月费里，大修按故障程度收份。先签3个月。韩师傅，你以前在哪个厂？永新。永新机械，我表弟以前在那儿干过，说设备老出问题。设备本身没问题，是维护跟不上。那你怎么不干了？想开了。你这儿怎么比我厨房还乱？乱着舒服。外面招牌不错，做招牌的师傅手艺还行。后面有个小隔间，能放张折叠床。干嘛？万一加班晚了，省得往回跑。这儿放床，这儿放个柜子，上面装个推风扇。你想得挺远。你不想远点儿，就有人替你想近点儿。你以前那个徒弟小梦，你还记得不？记得。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了。打给你干嘛？说永新现在机器3天2头出毛病，3号机停了快1个礼拜，
丁长河天天骂人，他问你在哪儿，说想过来看看。让他来。师傅，进来。师傅，你这儿真不错。小，比永新的维修间好，那边现在乱套了。怎么乱？3号机停了6天，丁长河找了2拨人来修。第一波是郭师傅带的，拆开看了2个小时，说没配件。第二波是厂家派来的，说主板坏了，报价7万5，丁长河嫌贵，没逼。然后呢？然后机器还停着，单老板发火了，说再修不好就换人。丁长河这几天脸都是黑的。师傅，我想跟你干。我这儿1个月1800拿提成，活多的时候得加班到半夜，没加班份儿。行，出了错你自己担。行。上次你把磨切机的线拔错了，还记得不？记得。你替我赔了钱。那次是1800，如果在我这儿再出这种事儿，钱从你工资里扣。行。先用这套，干满3个月，给你换新的。师傅，这扳手我认识，你在永密用了好多年了。旧的，别嫌弃。不嫌弃。师傅，这个参数什么意思？主轴转速变动值超过0.5就要查轴承。那这个声音正常不正常？正常，你记住这个声，哪天变闷了就是缺油，变艳了就是轴承快不行了。师傅，以前在永新你怎么不教我这些？在永新我说了不算。什么不算？教什么怎么教，谁跟你搭班都是丁良和就了算。他说你归老崔带。崔师傅根本不带我，让我自己看。师傅，门口站着个人。老韩，崔班长，比我想的要好。进来坐。老韩，我来是跟你说件事儿。说，丁长河今天被单老板叫到办公室去了。3号机的事儿，单老板发了火，说他自己找人，不通过丁长河了。单老板想让你回去修3号机。不回去。不是让你回厂，是请你修设备，按你的规矩来。你报个价，他说行就行。师傅，你真要回永新修设备？不是回，是去干活。那报价怎么报？拍下来发给老崔。2500起。师傅，你在永新的时候1个月才3500。那时候不是我定价。单老板能同意？他不同意可以找别人。师傅，你真敢要？不是敢要，是本来就值这个价。这个复壁箱跟了我11年，从永新带出来的那天，丁长河站在车间门口说，厂里离了谁都转。现在3号机停了1个礼拜，他终于知道转不动了。老韩，你咋回来了？修设备。修哪台？3号机。你走那会儿，丁长河说不会再让你进这个门。单老板让我来的。以前进门往左拐进车间，心里想的是今天哪台机器又要闹脾气。现在推着电动车往车间走，心里想的是这趟活干完能结多少。老韩来了，这位是单老板从外面请的生产顾问，姓郑。
郑启明，听说你是永兴唯一能修3号机的人。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现在是外面的人按单收费。这台机器是德国货，长5米多，高2米出头，全身铁灰色。11年来，它出了故障，只有2个人能碰，我和厂家派来的工程师。谁动的？郭师傅带人来拆的。拆了什么？他说主板坏了，拆下来测了测，又说没坏，装回去了。然后又拆了自束驱动模块，说这个可能有问题，报价4万。丁长河没批，他就没装回去。这叫修设备？电源模块烧了，这个要换。你们有备件没？厂家说这个型号停产了，要等替代型号，订货周期1个月。不用等1个月，城西电子市场有同规格的替代品，下午就能买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用过，去年4号机换过同样的电源模块，当时丁长河嫌贵，让我买了个替代的，用了大半年没出过问题。电源模块烧了，大概率是后端短路导致的。传感器接线盒被拆过，里面的防水胶垫没装好，冷月月漏进去，把端子腐蚀了，信号短路反冲烧了电源模块。搓师傅拆这个干嘛？传感器连着主板，他以为主板坏了，先把外围的东西拆了一遍。韩师傅，你的意思是郭师傅诊断错了？诊断对不对，看机器转不转就知道了。机器不转，说再多都是借口。记住了，传感器接线盒拆过之后，防水垫必须复原，不然冷却液进去3天就腐蚀。记住了。老方，24伏10安工业级电源有没有？有，台达的320。帮我留一个，下午去拿。下午才能修好？对，电源模块得换，传感器已经换了。那我下午再来。终于赚了。韩师傅，你修这台设备用了多长时间？不算等配件的时间，实际动手2个多小时。这2个多小时，你收多少？检查费400，维修2500起，加起来2900。传感器和电源模块的材料费另算，一共3600。崔班长，你知道这台设备停了1个礼拜？不知道。每天产能损失多少吗？按车间日产值算，1天18000，7天12.6万，3600对比12.6万，韩师傅，你的报价低了。不低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郭师傅报价4万，还修不好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我只管修好，收我该收的。老韩，单老板在办公室等你。等我干嘛？想跟你谈谈。去年走的时候，这条走廊我走了11年。今天再走，脚底下的感觉不一样。哈哈哈，韩师傅，好久不见。单老板，坐。3号机的事我听说了，你走了之后，这台机器就没人搞得定。这次多亏你。按单收费，不用客气。我听老崔说了你的报价，3600，说实话，比我想的便宜。你的前任员工郭师傅报价4万。韩师傅，我今天找你不只是道谢，你说
我想请你回永新，设备主管，管全厂设备，月薪1万，年终另算。单老板，我走的时候，丁科长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厂里离了谁都赚。现在3号机告诉我，不是厂里离了谁都赚，是我走了，这台机器就不赚。1万的月薪买不了这个道理。单老板，如果以后有设备需要修，打我电话，按单收费，公平交易。师傅，单老板跟你说什么？让我回去当主管。你答应了？没有。师傅，那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回店里，还有2台电机没修完。后视镜里，永新的铁门越来越小。这一次跟上次不同，上次是走出去，这次是被请回来的，然后我自己又走出去了。回来这么晚，去了趟永新。修3号机，收了多少？3600。3600？你以前在里面干1个月才3500？现在不一样了。钱呢？1个星期赚了快6000。你算过1年赚多少没？没算。你这个人，钱到了手都不算。我帮你算。新源维补，月1800；顺发维补，月5400；零散维修这个礼拜5800。算好了，按现在的客户1个月保底13000，加上零散单16000没问题。你比单卫国给我开的价还高。单卫国给你开价了？1万，设备主管。你拒绝了？拒绝了。拒绝的好。老韩，你听说没？郭师傅那边降价了。降了多少？小修80起，大修400封顶，保缴合同1个月500。500？他之前不是报12000的吗？现在改套路了，说是什么薄利惠民，到处发传单，我铺子里都被人塞了一张。这话是冲你来的吧？不一定。怎么不一定？你这边明码标贴在墙上，他那边说维修暴利，你收2900，他说400封顶，这不是冲你，难道是冲我？修设备不是比谁便宜，修得好，2900也值；修不好，80块都贵。还有件事儿，金星质量厂你知道吧？焦老板听说郭师傅那边维保1个月500，把你这边推了，跟郭师傅签了。建老板不是跟我们说好下个月签的吗？说好归说好，人家嫌贵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等他来找我。你确定他会来？机器会替我说话。师傅，万一他真的不来呢？那说明他的机器还不够坏。韩师傅，你在不在店里？在。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趟？我这边的切纸机冒烟了。冒烟了，找签保的人。就是他们修的。下午来了2个人，说切纸机离合器要换油，拆开换了油，装回去开机不到10分钟就冒烟了。人跑了，电话也不接。上门检查400，
故障维修按程度收费。行，你赶紧过来。先转400。韩师傅，我都急成这样了，你还先收钱？这是我的规矩。地址发我。师傅，我跟你去。走。韩师傅，你可来了，你快看看。他们换了什么油？不知道，拿个白桶倒的。离合器是液压驱动的，要加热油。他们加了机油，高温粘度不够，摩擦片干磨烧了。能修吗？能。摩擦片要换，泄压油要重新加，石料费加工时5800。5800，我欠做师傅的维保才500。500块把你的机器修冒烟了。老板，这机器明天还要赶货。修。摩擦片和线圈是常用品，店里都有粗货。拆离合器之前，先标记对位，装回去错1个齿，机器就会抖。离合器拆之前，先标记对位。记住了。好了，韩师傅，我贪便宜，结果花了更多。你那维保合同1个月1800，还能签不？能签。明天来签，以后我这儿的设备全交给您。师傅，他上个月嫌1800贵，今晚花5800修一台机器，他图什么呢？图便宜。便宜的结果就是多花钱。这个道理，机器比他先知道。师傅，我觉得你以前在永新，就像那台切纸机。什么意思？被加了错的东西，差点烧了，出来后换了对的油就能转了。好好骑车。照单子查，一项一项来。有问题先记下来，别自己动手。知道了，师傅。韩师傅，你徒弟把我一台糊合机搞停机了。怎么回事？他说巡检的时候发现线路有点松，想紧一下，结果拔错了一根线，机器不动了。他现在人呢？在机器跟前蹲着，不敢动。师傅，我拔错线了。哪根？我以为这根是松的，拔了想重新插，结果拔错了。这就好了？好了，只是信号中断，机器自动保护停机。你跟我出来。巡检单上怎么写的？发现问题先记录，不擅自操作。你怎么做的？我觉得只是线松了，紧一下很快。觉得？我以前在永新，丁长河也老说我觉得设备没事儿，我觉得先凑合，我觉得签个字就行。你想学他？不想。回去写一份报告，故障原因、处理过程，以后怎么避免，不少于3页纸。是。另外，这次给方老板造成的停机损失，从你工资里扣200。怎么回事？小梦在顺发拔错线，机器停机了，赔了1800。你让他赔？
他工资扣200，剩下的1600我出。你替他出？他是我徒弟。跟你以前在永兴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以前你在永兴出了事，丁长河会让你们维修班背锅。现在你出了事，自己扛。他是来学手艺的，不是来替我背锅的。韩师傅，你这老板当得比丁长河强。以后巡检不带螺丝刀，只带本子和电笔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再去顺发巡检一次。师傅，方老板还让我去。我打电话问过了，他说你人实在，犯了错没跑也没推，让你继续去。师傅，谢谢。别谢我，谢你自己没跑。请问是大永维修部韩师傅吗？是我。我是永兴机械单卫国，想跟你谈谈年度保缴和合同的事儿。你说。韩师傅，请坐，尝尝朋友送的乌龙。韩师傅，永兴想跟你签年度维保合同。18万，在永兴的时候，我1年到手不到4万。条件是全厂23台主要设备，每月巡检2次，部账维修优先响应，次料费另算。还有一个条款，合同期内不得承摘永兴同行企业的设备维修。单老板，这个条款我签不了。为什么？18万1年比你零散接活稳定的多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出来开维修部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给永兴打工。去年我走的时候，丁长河说厂里离了谁都赚。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是厂里离了谁都赚，是我在厂里的时候，离了厂就不赚。现在我出来了，谁的单都接，谁的设备都修，我不用再听谁安排。韩师傅，18万不算少。是不算少，但出卖自由的条款，多少钱都不行。我改了一下条款，第1条，年度无保，月运警2次；第2条，优先抢救权，接到公告通知后4小时内到场；第3条，合同期内可承遮其他企业设备维修，不设限制；第4条，年费16万。你主动降了2万？优先抢修值2万，自由不值2万。我从商20年，你是第一个主动降价却不愿意签独家的人。因为我不是在跟你要价，我是在跟你谈合作。16万不设限，优先抢修。对。合同我让人重新打印，但内容就按你写的来。韩师傅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。问，你在永兴11年，为什么以前不知道你有这本事？因为以前没人问过我，他们只需要我不说话、不说错、不反抗，不需要我有本事。我这个老板当得够失败。不晚。
听说你跟永新签了16万。消息挺快。老崔打电话跟我说的，他说厂里都在传，老韩成仙老板在茶楼拍桌子。没拍桌子，喝了杯茶。16万，嘉兴园21600，顺发64800，振兴21600，还有零散单，你算过没？你又算过了。1年保底27万，扣掉小梦工资、老秦工资、房租、水电材料，净剩18万出头。你在永新的时候，1年3万5。同一个你，同样的手艺，换个地方，身价翻了5倍多。手艺没变，变的是定价的人。丁长河欠你11年。不欠，他让我知道了自己该去哪儿。师娘，师傅现在出去跟人说价，底气特别足。上次去顺发，方老板想压价，师傅说价目表在墙上，您自己看，然后方老板就不说话了。老韩，你现在像个老板了。我一直是修设备的。不一样，以前是修设备，现在是让设备替你说话。韩师傅，你的笔记上写去年3月12号，3号机主轴轴承异响，建议停机更换。但厂里的账办记录是检查正常。我的笔记是我亲眼看到的，账办不是我写的。去年7月，5号冲压机液压系统漏油，你记了，密封圈老化需更换。账记录是少量渗油，可继续使用。去年11月，2号树上车床刀塔定位偏差，你记了定位说磨损，建议定用剪秋。长账记录是运转正常。丁科长，这些账簿全都是你签的字。韩师傅记了6年的维修记录，每条都有日期、故障现象、处理过程。你的账长呢？检查正常，运转正常，可继续使用。设备是死的，他不会替你说话，但记录会。丁长河，你管理设备这几年到底还瞒了多少？我也是为了不影响生产。不影响生产？上个月3号机停机7天，产能损失12万6。这叫不影响生产。从明天起，设备管理交给老崔，你调去管后勤杂物。韩师傅，6本笔记救了永新的底。我只是记了事实，事实就是最有用的东西。老韩，如果当年让你管设备，永新不会是现在这样。没有如果。以后按合同来，合作愉快。老韩，谢谢。谢什么？要不是你那6本笔记，设备管理这个位置也落不到我头上。你以前在维修班没亏待过我。我当班长的时候，唯一做对的事儿就是没管你记笔记。老韩，你现在比从前精神多了。老了，精神。以前你进这个门，背是弯的，现在腰杆直了。老韩，有些话以前没机会说，
你在永新11年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有什么数？没你，这厂早出事儿。老韩，永新那边怎么说？丁长河调去管后勤了，设备管理交给老崔。哼，活该！我在永新干了16年，早知道跟着就好了。现在不晚，跟着你干，心里踏实。活多不多无所谓，关键是痛快，不用看谁脸色。秦叔，我师傅不看人脸色，也不给别人脸色看。对，这才叫干活。灯是你装的？找人装的。好看。弟妹手艺真好。我不是弟妹，是后勤主管。笑什么？你这工具擦的到处是油，明天重新擦。3个人的维修部，20平的门面，跟以前在永新的维修班比起来，小得像玩具。但这里的每个零件、每张合同、每个人，都是我亲手选、亲手招、亲手签的。算出来了，今年除掉所有开销，净剩19万8。多少？19万8。我在永西的时候，1年5万，你1年顶我4年。师傅，你在永西1年多少？3万5。那现在？别算了，再算数字就没意思了。19万8，扣掉小孟工资、老秦工资、房租、水电材料，净率11万出头。比你走的那年翻了5倍。师傅，4000，我才来半年。年终奖，半年也是干，明年好好学，明年翻倍。7000，你来的时候底薪2500，提成另算，这是年终。老秦，我在永新16年。年终奖最多拿过800。丁昌和说维修班不是一线，没铲铲。7000，我老婆今天非问我是不是抢行。老祥，我以后就在你这儿干，干到干不动为止。我叫韩大勇。以前在永新机械厂维修班干了11年，现在自己开了个维修部。今天讲的就一件事儿，怎么记维修记录。这是我记的第1本，红色封面，现在褪成灰白了。里面记了6年里每一台设备的故障现象、处理过程、换过的零件、修完之后跑了多少小时。这一条，3号机主轴轴承异响，后面跟着处理建议，建议停机更换，再后面跟着处理结果，丁长河签字，先凑合。1年后，这台轴承报死，3号机停机7天，产能损失12万6。再看这条，5号冲压机液压系统漏油，处理建议，更换密封方，处理结果，丁长河签字，可继续使用。3个月后，密封方彻底失效。液压油喷了2米远，差点伤到操作工。我不是来教大家怎么写维修记录的，每个人都会写。我是来告诉大家，记录要真，
设备是什么状态就写什么状态，他不会替谁说谎，也不会替谁隐瞒。韩师傅，如果我们写了真话，上面说影响生产怎么办？那你就把真话留好，总有一天真话会替你说。小伙子，你讲的对。我在设备科待了30年，最大的体会就一条：设备不会骗人，骗人的都是人。韩师傅，你今天讲的比任何培训都有用。我只是说了实话，实话最值钱。你拿这个干嘛？让你看看。名字都没填，500块，连名字都不值得写。你留了1年？不是我留的，是你没扔。你看，这边是名字都没人写的500块，这边是签了你名字的16万。一样的你，不一样的是别人怎么看你。去年他轻的没分量，今年他重的像块铁。500元这3个字以前是伤口，现在是镜子。留着干嘛？提醒自己，提醒什么？别再回去。老韩，你这生意是越来越大了。小打小闹，不小了，3个人变4个人，20平变40平。明年你再招人，隔壁汽修铺也谈下来算了。不用，修车和修设备不是一个行当。以前你来修电机，我还以为你就是个搞兼职的，没想到真干起来了。我也没想到。对了，郭师傅那边把铺子关了，振兴自制厂那件事传出去之后，没人敢找他。便宜是便宜，但修完冒烟，谁敢用？便宜最贵，这个道理市场教的最快。去年他印传单到处塞，红字写着维修暴利太久。现在传单估计早烂在街角了。市场这玩意儿不说话，只做选择。挣比我还多，挣多没用，关键看手上活。行，试用期底薪2500，转正后提成另算。老板，我再问一句，你这儿接活要等审批不？什么审批？我在以前那厂子，换一个保险丝也要填3张单子，等主管签字儿。有时候机器停着，单子还没批下来。我这儿不用，看见毛病就修，修完记账。那我明天来上班。1、2、3、4。老韩，你这队伍越来越大了。小队伍不小了，比永新的维修班还多一个。人多不重要，能干活的才重要。韩师傅，上次分享会之后，好几家厂子回去开始整设备涨账，有一家更绝，照着你的6本笔记重新做了3年内的设备记录，把以前瞎填的全推翻了。有用就行。还有件事儿，协会想聘你做特约讲师，1年讲4次，1次1000。老韩，你要当讲师了？不是讲师，就是讲讲怎么做记录。行。师傅，你现在又是年度维保签约商，又是协会讲师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行业影响力。少学这些词儿，把手上的油洗干净。
谁送的？设备管理协会。技术精湛，行业标杆。这几个字比你以前在永兴拿的任何奖状都值。奖状是人评的，这个是设备评的。现在锦旗挂在你自己墙上，算不算回答？不算。锦旗是给别人看的。真正的回答不在这儿。在哪儿？在每个客户的续约合同里。手机呀！这台风边机是厂里最贵的设备，停了1个多月了，找了3个师傅，都说控制板要换，报价18000起，我换不起。什么时候烧的？上个月，操作工说开机的时候闪了一下火花，然后就冒烟了。冒烟之后谁动过？第1个师傅拆开看了看，说要换板儿；第2个没拆，看了一眼就要我换整机控制系统；第3个报价21000。芯片没烧，烧的是外围的电容和一段走线，换几个电容，飞2根线，250。250？嫌贵？不贵，我是说别人报价18000，你收250。别人报的是换整板的价，我修的是坏的那个零件，不是一个东西。修，现在就修。韩师傅，你电话多少？我存下来。我们厂还有10几台设备，以后全找你。韩师傅，你这人实在，以后有活我第1个找你。刚才那个人谁呀？新客户，西郊家具厂的。怎么找过来的？说是慕名而来。老韩，你知道不？以前在永新来修设备的人都得先找丁长河签字，丁长河安排谁去谁才能去。现在你坐在这儿，客户自己找上门。所以呢？所以丁长河那套行不通了。能进来吗？进。技术精湛，行业标杆，谁送的？设备管理协会。老韩，我来是想跟你说句话。说。去年在车间，我说厂里离了谁都赚，这句话我收回。3号机停了6天，你走了之后，全厂没人能碰那台机器。单老板发了火，郑顾问查账长，我瞒的东西全被翻出来。单老板指定采购合同里写一条，供应商必须免费培训维修人员。老崔说，单老板的原话是不能再出现第2个韩大勇。他们怕了，怕再走一个你。丁科长，去年你问我41岁出去能干什么，现在你看到了。看到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老韩，如果去年年终奖不是500，你会不会走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问题不在500块，问题在你们觉得我只值500块。
你说他后悔不？不知道。我觉得他后悔。后悔有用吗？没用。后悔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算好了，今年总收入38万，扣掉工资、房租、水电、材料，净损23万5。我在永兴干16年，加起来也没这个数。我以前的电子厂，部门经理1年12万。老韩，你这样一个维修部，顶上一个小公司了。1万，谢谢师娘。不是我发的，是你师傅发的。师傅，我爸妈说今年让你和师娘去家里吃年夜饭。行。12000。我老婆说了，今年年夜饭加一桌菜，你要是不来，菜不撤。老板，我才来半年，半年也是干，明年好好干，明年翻倍。这是你的，我不用。为什么？我的在账本上。账本上的数字是冷的，这个是你该拿的。那个旧的不扔？不扔。还留着干嘛？提醒自己2件事：第一，别忘了以前值多少；第二，别让别人再替你定价。老韩，你变了。哪儿变了？以前你低头修设备，现在你抬头看路。抬头看路，才能知道该往哪儿走。明年啥打算？再招一个人，把隔壁汽修铺盘下来。你真要盘？不开玩笑。汽修铺的设备维修你能做，我的团队也能做，合在一起，业务线更全。那我回去跟我媳妇儿商量商量。行，过完年谈。师傅，横趴就你的名字。名字挂得高，责任也挂得高。啥责任？这名字不能倒，招牌挂上去，就得端端正正一直挂着。韩师傅，新年好！设备管理科的张长现在是真正张长了，老处。有人问我后悔不？我后悔没早走2年，但也感谢那500块。没有那500块，就没有墙上这块招牌。没有那句“厂里离了谁都赚”，就没有这个40平的门面。那台停了6天没人修得了的3号机，替我回答了所有人。不是厂里离了谁都赚，